周星驰到底得罪谁了？功夫女足票房破9亿，却没有半个明星敢给他宣传。20年来港圈孤立的旧怨未消，如今偷票房、影院停电的阴招又接踵而至。原来走到今天，星爷的身後只剩我們這群普通觀眾。我就算將來做乞衣啊，我都唔會拍你周星馳嘅戲。佢講嘅就話佢當佢自己係人，當其他人係狗咯。但係人我就冇得評價㗎啦，唔想評價。咁佢係咪好嘅咧？絕對唔好。大家明啊？佢根本唔肯睇你唔起，你次佢都蹲款㗎啦。他很以為幾十年過去，舊怨總會隨時間沖淡，可這次新片上映，才看清針對從未停止。上映初期排片被壓到不足1成，黃金場次全讓給了同檔期其他影片。好不容易靠觀眾口碑撕開缺口，又接連爆出多地影院無故黑屏停電，觀眾買了票卻看不完一場完整電影。更有甚者，明明選的是功夫女足的場次，出票卻憑空變成了別的片，連偷票房的操作都做得明目張膽，遮都懶得遮掩。從電影上映到如今的票房破9億，沒有一個明星站出來說句話。平時紅毯上稱兄道弟，新片上映互相轉發站台的那幫人，此刻全成了啞巴。反觀馮小剛的抓特務，韓紅一句北京老少爺們走個面，就能讓半個演藝圈的熟面孔齊聚路演現場，台下座無虛席。同樣是導演的心血之作，一邊是靠觀眾硬生生扛到9億票房，卻連半個圈內人都不敢公開聲援；一邊是全圈主動湊上前搭台造勢，熱熱鬧鬧的排場。他們不是看不到9億票房的成績，而是不敢得罪盤踞多年的勢力，不敢打破圈子裡的默契。很多人不解周星馳到底做錯了什麼，要被整個圈子孤立到這種地步。答案藏在他片場的每一條 NG 裡。拍功夫時，周星馳三顧茅廬，請來武行泰斗洪金寶做武術指導，可他對鏡頭要求極致到苛刻，前一天剛敲定的動作設計，轉天看完樣片就能全盤推翻重拍。後來洪金寶因片場感染回港治療，剛休養1週就接到通知不用回來了，已經換成袁和平。也正是這份指認作品的不懂規矩，讓他在港圈前輩眼裡成了難合作、不給面的人，一步步被推到了圈子的對立面。唐伯虎點秋香，李隊穿腸對對子吐血的名場面，原本只是編劇古德昭隨口提的一句創意，周星馳當場拍板加戲，現場找不到演員，就直接讓古德昭自己上陣演一個臨時加的配角。正片裡不過幾十秒的吐血戲，他硬生生磨了整整3天。古德昭含着枇杷膏做的血漿吐了一遍又一遍，吐到隱形眼鏡全被染，連站在後面當背景板的黃沾、鄭佩佩、鞏俐一眾主演都陪着站了整整3天。古德昭自己也是導演，事後提起只搖頭，我拍戲演員演到85分我就喊過了，他不行必須100分，差一點都不行。在旁人眼裡這是小題大做，是折騰人，是不給同行台階，可在周星馳那裡沒有差不多，沒有算了吧，只要鏡頭裡的效果美到他心裡的那條線，不管多大的腕多小的角色都得重來。他這輩子只認把電影拍好這一件事，在講究人情世故和氣生財的娛樂圈，這份只認作品的較真就是最大的原罪。賭聖狂破票房紀錄當夜，永盛大擺慶功宴，他悄聲回了家改下一部的劇本，連向華強的情面都沒留。吳孟達與他搭檔10餘年，私下沒吃過一頓閒飯。他不是不通人情世故，是在作品面前人情的分量太輕，到最後觀眾接住了他的赤誠，同行只接住了他的難搞，而真正將他徹底推到港圈對立面的是當年與向家的那場決裂。早年間他簽約永盛，靠着向華強夫婦的資源拍出賭聖、逃學、威龍等一系列爆款，可隨着名氣漸長，他對創作自主權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。他想主導項目，想拍自己真正想講的故事，不想再被資本推着走。這在習慣了掌控一切的資本眼裡就是忘恩負義，就是不聽話。後來向太公開炮轟，羅列出條條罪狀，話說的極重，一時間半個港圈聞風而動，有人落井下石，有人急着撇清，連相識多年的老友都選擇了沉默。從那之後，他在香港影壇就成了不能輕易提及的名，資源被卡死，人脈被切斷，連頒獎禮都成了他的缺席專場。整個港圈默契地築起一道高牆，把他隔絕在外，好像這樣就能抹掉他留下的半世傳奇。可圈子能封殺人脈，卻封不住人心。這部沒有明星轉發、沒有資本鋪路的電影，就靠着觀眾的口口相傳，在排片的夾縫裡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，票房一路衝到9億，路演現場擠滿了從各地趕來的人，有30多度的天，穿20多斤至尊寶鎧甲的大哥，排3個小時隊，上台第一句不是要簽名，是星爺我來還票的。還有媽媽帶着剛上小學的孩子來說自己小時候看星爺笑，現在帶孩子來是把自己的童年遞下去。他們舉着手寫的牌子，隔着人群一遍遍喊星爺的名字。見面會上有個觀眾隔着人群說：你們有見電影院嗎？
台上60多岁的人红了眼，声音很轻却很清楚。你们一直支持我到现在，我连一顿饭都没有请过你们吃，明明是我欠你们好多顿饭。一句话道尽了所有情绪，这才是最讽刺的反转。整个娱乐圈联手孤立的人，却被上亿观众捧在了心上。圈子讲战队，讲人脉，讲利益，唯独不讲作品。观众讲情怀，讲诚意，讲良心。所以只认周星驰，资本能操控排片，能买通热搜，能封住明星的嘴，却堵不住观众的口碑。说到底，电影的根从来不在红毯上，不在饭局里，不在圈子的人情往来中，在每个普通人的心里，周星驰赢了半辈子票房。到最后才发现，最珍贵的从来不是9亿数，是这群记了他几十年，愿意为他站出来的普通人。